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一周一周的过去啊。今天晚上是我们第121讲的读书会，等于我们已经过了121个周日。时间虽然能够成就一切，但条件是我们要能够把握因缘而且还能够持续不断。有钱可买大时钟，但却难买1秒钟，所以有钱也买不到时间世界上呢，有2件事情我们挡不住，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时间一般人常常说我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不是很忙没有时间，而是心很忙，看不到还有时间。心很忙，这个忙讲眼忙的忙也可以啦，讲很忙碌的忙也可以啦，都通。看不到还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不具慧眼所以没有时间是借口，没有心才是原因有心的话，即使再忙，都可以安排出时间。正言上人说，时间对一个有智慧的人而言如钻石般的珍贵，对愚者而言却如一把泥土，一点价值也没有。那我自己的体会是零碎时间如果善加利用则时间如黄金黄金时间如果蹉跎浪费则时间如沙石因为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你要特别抽出一段时间来做事情，老实讲有困难所以逼得你就必须是去善用零碎时间这个也是用智慧安排时间有时候呢，有一些志工看到我就会顺口跟我说季宇师兄，哪一天你如果有来我们南部可不可以请你顺便来我们据点跟我们分享？我都会回答他们说，顺便就很不便，要专程才会方便。为什么呢？因为不知你是礼貌性的顺便邀约呢，还是有心的真诚邀约老实讲这个不是当场问的时候，老师是不清楚的也有些时候呢，有些志工看到我就跟我说：“哎呦，季宇师兄，我们看你那么忙都不敢去打搅你，不敢去找你啦。”我都会跟他们说，你来找我，我就有时间，我就不忙；你不来找我，我就会很忙。对，我不可能没事在那边等你来找我对不对？那这样的对话也是暗藏玄机个人把握个人的因缘把握每周日晚上的时间跟因缘，上线来参加读书会，日积月累假以时日。就会找到心灵成长的喜悦日子在喜悦中度过，叫做度年如日。那日子如果在哀怨中度过呢就叫做度日如年度年如日是快乐的日子所以感觉过得很快。那度日如年呢，是哀怨的日子，所以感觉过得很慢。那其实呢，时间是没有快慢之别的。每个人一天都是24小时，都是一样的之所以感觉有快慢，那是你所持的心念的关系心情好呢，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心情不好，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生活经验做事积极的人呢，会用智慧安排时间，所以事多也不难那做事消极的人呢，会找借口蹉跎时间，所以事少也做不完懂得把握时间的人呢，也会懂得把握因缘，因为时间跟因缘都是稍纵即逝所以才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有智慧，自然就能做到善缘恶缘都是缘，对错总在一念间，何妨将恶转为善，雾散云开见青天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一切都是好因缘，意思就是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一切都是好因缘那这一句7个字的生活禅呢，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
告诉我们心中没有好坏的妄心分别，也就是平等心的意思啦。有一句来自历史故事的成语呢，叫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东隅呢，就是东方，也就是日出的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是指日出的时候，桑榆呢，指的是桑树跟榆树啦。啊，傍晚的时候呢，落日余晖会照在这两种树的顶端啊，所以古人呢就用桑榆呢来代表日落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啦。所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句成语的意思是在日出的东方吃了败仗，但是在日落的西边呢却得到胜利啊，也可以用来比喻呢，在某一件事情上是失败了，但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呢获得了成功啊。这句话其实是用来劝诫人劝人一旦失败了，也不要丧失信心不要纠结在过去的惨痛经验也不要气馁于现在的诸事不顺，只要用心检讨过去，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事观念跟做事方法，最终还是可以否极泰来，翻转人生的。人生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冥冥中自有注定的，一件事情是福还是祸，往往不是从表面上就可以去判定的。可能看似福实则祸，也可能看似祸，实则福那不管是福还是祸呢，是顺还是逆呢？遇到称心如意的事情，不要太得意；遇到沮丧挫折的事情，也不要太失意。一切淡然处之，顺其自然能够这样，就是逆来顺受，顺来看破这是豁达的、乐观的生活态度，要学习这样。有一位国王很喜欢打猎，每次去打猎呢，除了带大队人马之外呢，一定要带一位他很信任的一位大臣那这位大臣呢，很乐观也很有智慧。国王如果碰到任何的疑惑或者不解的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请教这位大臣有一天呢，国王就带着大批人马跟这位大臣去深山里面打猎那过程中呢，这位国王因为要追逐一只野鹿不小心呢从马上摔下来，把小指摔断小指。那国王就问这位大臣，他说：大臣，我因为追逐那只野兔而摔下马，弄断了这个小指这个里面是有什么道理呢？他想知道摔断小指的道理在哪里大臣就回答说：国王，你的小指弄断了，这是好事一桩国王一听勃然大怒你不但没安慰我，你还幸灾乐祸，说这是好事一桩，就火大，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了。那隔没多久呢，国王还要再出去打猎那也是带着大队人马，但是这次因为大臣被关在监狱里面了嘛国王就指派二臣跟他一起去。那大队人马在深山里面呢打猎，不小心越界了，进入野人国的这个国境里面去了。那一群人就被包括国王都被野人抓去了嘛。那这个野人国有一个习俗只要抓到越界的人就必须把带队的首领五花大绑在这个祭祀台上面要把他烧死来祭神。那国王就这样被放在祭祀台上面准备被处死那在处死之前呢，一般都会有巫师呢举行的祭祀典礼有一个仪式当这个巫师在进行仪式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不行，喊停了。为什么？发现这个祭品有瑕疵，因为国王的小指是弄断了嘛这个是祭品有瑕疵就把国王放下来了，放国王走，就把第2号的首领呢，就是这个二臣把他放在祭祀台上面。那国王被放走了之后呢，一路上骑着马要回国。那这个时候国王就想着说：哎呦，当初大臣跟我说小指弄断是好事一桩，果然是好事一桩小指弄断了才救我一命
国王觉得这个大臣被他冤枉了，他冤枉了大臣，也觉得很对不起大臣。一路上就想着说，回去之后呢，就先要把大臣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并向大臣道歉。当国王去到这个监狱向大臣道歉的时候呢，这个大臣呢很感激的心情就跟国王说：“国王，你不用跟我道歉啊，我被你关在监狱也是好事一桩啊。”想想如果不是被国王关起来，被烧死在祭司台上面就是这个大臣啊，对。所以国王摔断了小指，看似不幸，实则庆幸啊。那大臣呢，被关起来，也看似不幸，实则庆幸。两个人一切都是好姻缘，都是好事一桩啊。不过呢，那位二臣就很倒霉了，替死鬼啊，看似不幸，其实也是命中注定的，对不对？人生啊，苦到尽头，或者是跌到谷底啊，都不是坏事。因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啊，没有后路可走，才会奋勇前进啊。当生命经过蜕变之后呢，升华到更高的境界的时候呢，回首以前是处在较低境界的时候，那更会有一种由迷转悟的那种清新的动静跟感受。我们也是有这种经验嘛，这个就是所谓的重生。回首当年还好，没有那件事情的试炼，今天就没有这种智慧的重生了就是重生人生虽然苦不完但并不代表没有出期虽然是苦海无边人生是苦嘛，苦海无边嘛，但后面有4个字是重点，叫做回头是岸就是转念头的意思啦，转心境的意思啦。以前我们有提过不二法门那不二法门讲的就是什么？非苦非乐，不苦不乐。意思是说，苦即是乐，乐即是苦，看起来是2个，其实是不二，是1个。同理嘛，福祸相连苦乐也是相连天堂地狱或者佛境魔境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不二，都是一体的2面而已。那透彻的这个道理呢，才能够体悟原来一切都是好因缘都是好的，没有坏的人生的经历呢，最好是什么？苦乐参半因为呢，吃过苦才能够体会乐，而且也不会让我们乐过头，因为还有一半的苦掺杂其中，对所以才说是人间好修行嘛。那地狱跟天堂呢，就很难修行因为学佛人都知道了地狱有极苦啦，太苦难的啦，所以很难修道啦。那天堂呢，有极乐，太享乐了啦，所以很难成佛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举办2个礼拜的志业成果展那展览期间有一天呢，一位干部跑来跟我说说有一位打扮很时髦的妇女想见我，那我就请这位女士呢到我的办公室那来谈嘛。那从她的外形上看起来呢，是一位40多岁雍容华贵的贵夫人那她的这个面容上看起来是郁郁寡欢愁容满面我就跟她说：“哎呀，夫人你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那她就很惊讶回答说：“季师兄，你怎么那么厉害一看就知道我跟她说不是我厉害，是你忧愁满面，很容易就被人看出来了。言谈中我才了解，原来她的先生是几年前，那个时候几年前去中国大陆投资做生意刚开始几年人有回来，钱也回来，后来慢慢的变成人没有回来，但是钱有寄回来。后来经过10年了，人没有回来，钱也没有回来。他又哀怨又感伤的说我的先生在大陆呢包二奶10多年。那时候我就开导他，我说你的先生已经做了他人生的选择，你自己也是要为自己打算，善待自己。他包二奶是他不对，但不对的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你是受害的无辜者，却过着哀怨痛苦的日子。我说这样不对呢。我说如果你每天都待在家里啊，想着那个包二奶的先生啊，你就会越想越痛苦。那他问我说，那我要怎么办？我跟他说，你要转移生活的重心跟目标，才会开创出生命的新视野，要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才不会以管窥天呢。要透过志工的工作去投入人群，你才会得到人群的祝福。每个人都需要祝福嘛，对。我会跟他讲，私情小爱呢会有烦恼，长情大爱才会清安自在这是每一位志工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建议他呢，有机会呢，可以跟着访视志工去照顾户家里做家访，去见苦知福去见识别人的苦难才能升起自己的知福、知足跟感恩之心还好，他听得进我的建议，其实他也没办法了啦他才来找我嘛。那他也听了我的建议呢，有空就来做志工。那有时候也会参加读书会，因为他时间蛮多的啦他也参加读书会，接受正信佛法的熏陶。那长期下来呢，他把原先放在那个包二奶先生的身上的那个心思转移到志工的工作上面。那这样就是注意力跟生活重心的转移了嘛，对。那生活有了寄托，结果呢，面相看起来跟当初来见我的时候是判若两人相由心生嘛大家都知道嘛。有一天呢，他来跟我说他得到消息他说他那一位包二奶的先生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大小便失禁，生活起居都要人家打理。他很感触也很感恩的时候跟我说，哎呦还好我的先生包二奶要不然现在要帮他弄大小便就是我啦。我一听怎么差这么多本来是哀怨痛苦变成深感庆幸所以什么样的心念就有什么样子的命运叫做以念转运我跟他说你这个算是后知后觉不过好过这个还是好过不知不觉啦。但如果能够先做到先知先觉，那功夫更了得你如果做到先知先觉，你就不用多痛苦的10多年一直到先生得了癌症末期才开窍。所以你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位二奶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所以福祸相连的道理在这里老子有说一句话叫做福祸相倚意思是说福跟祸是互相依存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福是造成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在里面同理呢，苦是甘的前提，而甘又含有苦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才说苦尽甘来嘛乐极生悲嘛，不是这样子吗？也就是说好事跟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呢，福会变成祸，祸也可以变成福所以千万不要因为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就消极悲观也不要太重视意外得来的福分而欣喜若狂以免过头而乐极生悲所以我们后世的人呢，就常常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跟塞翁得马焉知非祸这句话呢，来表示什么？福祸不定，很难下结论的意思不要马上就认为这个是福，这个是祸，很难下结论的意思古时候呢，有一位老人跟他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老人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匹马。有一天呢，这匹马呢走失了。那村子里面的这个村民呢知道，就纷纷的说：“哎呦，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一匹马啦，现在这匹马走失了啦，哎呀，真是不幸那老人听到村民这样子讲，就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马走失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呢？”结果几天后呢，这匹马带了10匹野马回来
那村民们知道以后，都纷纷的说：“哎呦，本来只有1匹马，现在变成11匹马，啊，真是幸运啊！”那老人听到后就跟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现在有11匹马是幸运的呢？”结果隔几天，老人唯一的那个儿子啊，骑着其中1匹野马出去奔跑，野马很难驯服嘛，不小心的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1条腿。那村民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后呢，大家就说了：“哎呦，唯一的独子摔断了腿了，哎呀，真是不幸哦。”老人听了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儿子摔断腿是不幸的呢？”结果隔没多久，国家发生战争啊，政府派人到他们的村庄来征兵啊，把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征召上战场打仗。那老人的儿子因为断腿嘛，所以没有被征召嘛。后来去打仗的时候呢，所有的年轻人都战死在沙场。最后这个村子里面唯一幸存的年轻人，就是这个老人断腿的儿子啊。那这个故事里面呢，一下子庆幸，一下子不幸，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其实以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嘛，幸与不幸都是福啦，一切都是好姻缘啦。那是不是最后都是好事一桩呢？对，大家记忆中呢应该很深刻了哈。大家记忆中应该很深刻。2014年的3月8号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也就是马航 MH370 班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了失联了，到现在还是找不到飞机啊！但已经证实了，机上的239个人。本来都是失联嘛，失踪嘛，现在确定全部罹难了。那个时候呢，本来吉隆坡有一位那个环保志工是一位师姐啊，她本来要搭那一个深夜的航班去北京出差啊，但就在同一天的早上呢，她的妈妈突然生病，那这位师姐呢看妈妈病得不轻哦，只好呢展延行程，留在家里呢照顾妈妈。结果因为这样子逃过一劫。以因缘果报观来解释呢，这对母女今生今世会成为母女，是不离3世因缘呐。这位女儿在她的前世中，曾经救了前世的妈妈一命，这辈子呢换成妈妈来向她报恩呐。怎么报恩？透过母女的因缘呐，在女儿要出国当天的关键时刻呢，妈妈以重病视线来阻挡女儿成行了，用这个方式救女儿一命了。换句话说，妈妈那天如果不生病的话呢，女儿就会顺利成行，而搭上死亡班机，而失去1条命。这样妈妈生病是不是好事一桩呢？是不是一切都是好姻缘呢？好，我们再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当年呢，我跟我家师姐都是因为大学联考考得不好，而进了同一个补习班，要补习准备重考。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才彼此认识啊，最后呢结为夫妻啊。所以第一次大学联考考得不好，或没考上也好，对我来讲都是好事一桩啊。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曲折离奇啊，顺利起伏啊，悲欢离合的过程啊，才能有真人真事啊搬上荧幕啊，拍了40集的大爱剧场，叫做《语录》啊。中间有几集呢是演我大女儿青春期叛逆的剧情。我大女儿从美国打电话回来跟我说我们都应该要感恩她。我说为什么？她说如果没有那时候我这么叛逆，你们哪有这些剧情可以演呢？说的也是的哈。但是我只能回答她说：“哎呀，你真是用心良苦啊，真是辛苦你了。”其实不止她辛苦，我们也是辛苦的那时候哈。不过老实讲了没有人会从年轻叛逆到老了，只要年纪大一点，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谢谢收看了。他现在跟他的妹妹2个人呢，都是慈济委员，而且还如数所以这也是一切都是好姻缘呐，都是早写好的剧本就照这样演下去。为什么有些人一生中呢是福多祸少，
而有些人是祸多福少，有些人一生中都是吉人天相，有些人则是凶多吉少，有些人是诸事亨通，有些人则是诸事不顺啊。这种活生生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啊。因此呢，是福是祸，有时候跟德也是息息相关的。阿弥陀经里面有讲啊，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等等等等啊。经文里面把福德不得少善根福德，福跟德挂在一起啊，可见福跟德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有一句话了哈，古话是说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相信大家都懂这句话了。后面接着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意思是说，积累善根福德的家族呢，就会有享不尽的福啦。如果不积累善根福德的话呢，那么后世啊必定遭殃啊。遭什么殃呢？离不开下面三个，第一个是疾病，第二个是灾祸，第三个夭折。这种三个灾殃啊，那一般人我们常讲的择福择寿，是说福报跟寿命呢都是一种能量啊。那人本身也是一个能量体哦，一个能量罐哦，罐子的罐啊，能量体、能量罐啊。一个人如果福报跟能量快速把它消耗掉了，就越容易出灾祸啊，越容易夭折啦。佛法上叫做福尽祸来了。福报享尽了啊，灾祸就来了啦。不过，如果我们修德修得够的话呢，那情况就不一样哦。因为厚德可以载物，可以承载万物啊，叫做厚德载物啦。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会一听就懂了啊。举例讲，一个桌子，像一张桌子啊，它只能够承受10公斤的重量了。你却在它上面放了50公斤的重量的东西，那这张桌子就会承受不住，而开始怎么样？开始摇晃啊，就开始倾斜了，出现崩溃的征兆了。到最后呢，久了撑不住了啊，就整个桌子垮下来了。这就是厚德才能载物的道理了。我们身上所有的金钱、财富、名位、地利、权力。名位、权力、智慧、福报等等，这一切呢，都是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物。我们能承载得了吗？你要靠什么来承载呢？就是靠符合万物规律的德，靠这个德来承载嘛。厚德载物就是福啦，简单讲啦。那德不配位就是祸啦。所以自己是厚德载物呢，你有这么多的金钱、财富、名利、地位等等，享受这么多的一个荣华富贵，你要问你自己，你是厚德载物呢，还是做得很勉强，还是德不配位呢？这个就要自己把斤两先称好，才不会让人家来称，才不会让人家来称我们啦。这叫做自知之明啊！就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的意思啦。生活周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呢，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有些人一出名就跟着出事；有些人一升官没多久，重病；有些人呢才搬到豪宅没多久，就出车祸意外。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会看到这样的例子嘛，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4个字啊，德不配位。同样的道理。你只是一个小职员的实力跟条件，给你挂一个总经理的头衔，你承受得了吗？同样啊，把你的相片放大张，挂在佛堂的大厅的正墙，你承受得了吗？何德何能啊，对不对？道理也是一样嘛。所以孔子才会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险不及矣。这句话曾经我们提过了。简单讲，意思就是说，道德浅薄，但是地位很崇高，或者智慧很不足，而想谋划大事，
或者力量很微薄，却想担当重任。孔子说，这样子的人不但不能胜任事情啊，不能胜任工作，而且还会把自己拖累到啊。所以做人处事也是要很务实、很踏实。不过有一个例外哦，那这个例外很重要啊。刚刚不是讲嘛，力小而任重嘛，力量很小要承担很重任嘛。但是有一种例外哦，虽然力量很小，但不自量力而发大心、立大愿，这个叫做不求责任减轻，但求力量增加。这个就是什么？力量微薄却承担重任啊！就好像上次讲的嘛，小麻雀要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嘛，最后感动天下大雨，扑灭大火嘛，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这一种的例子呢，这种思维呢，这个角度呢，孔子没有想到的这个地方啦。总而言之，人生有时候要量力而为啊，保护自己；有时候要不自量力，奉献自己。所以不能把话说死，不能走极端呐。这样才是佛法所强调的至善圆满呐。有一句话说啊，幸福的家庭都有相同的幸福啊，不幸的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啊。那对个人来讲也是一样啊。幸福与否，要看自己把幸与不幸的观念呢，跟标准呢定在哪里呀？把幸福的标准呢定的低一点，简单的生活就能活出幸福了。把幸福的标准定得很高，即使生活很优渥，也不会感到幸福。有些人呢，碰到一点不如意，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苦的人呐，我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呐，我最值得同情呐，希望博得什么抚慰跟关怀嘛，这是未学佛之前的人的一个人之常情呐。然而有一些人呢，虽然横逆不断呐，诸事不顺，不但能体认一切都是好因缘，还能心存随缘消旧业的因缘观呐。即使生活不很幸福，但还能以平常心淡然处之啊。也因为心态平常啊，所以不幸的事情就不会显得那么不幸了，因为看得开嘛。对，那这种事是有经过佛法教化的人的经验谈呐。失恋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女人失恋了，一般人的负面思维是这样子哦，哎呀，这个女人失去了她所爱的男人啊，那个男人呢，找到了他所爱的女人，这是一般人的思维了。如果我们用逆转的方式把它转为正面思考，那意境完全不一样哦。同样一件事情哦，那会变成怎么样？这个女人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她的男人，那个男人失去的却是一个深爱他的女人啊！原来老天爷是要给他安排一位更好的人呐！这样念头一转，原来一切都是好姻缘呐！这样就是顿悟啦。失恋而不痛苦，陷在情网中而不为情所困，反而更能体悟诸法无常跟观心无常的人生哲理啊。这是一种心智的内化跟提升呐，能在乱境中起正念，进而拨乱反正，这也是一种很美的心灵风光啊！能这样呢，脱困而出，成为浴火凤凰，就是化不幸为庆幸。孩子不乖啦，婆媳不和，夫妻不睦，交友不慎，遇人不淑，怀才不遇等等，对一般的人来讲，这些都是生活上的不顺利啦，也是生命中的不幸。其实严格说来呢，也是跟福报是息息相关的，不能去怪别人呢，不能去怪环境，怪自己福报不够。那除了积极行善布施之外呢，启发智慧也是同等重要啦。所以才是说要悲智双运嘛。那一件事情让我们感觉幸或不幸，不是从粗浅的外表来看，刚刚有讲了嘛，而是在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跟想法，就是你的观念
你懂得转化心念呢，虽然看起来不幸，但还是会感到庆幸，因为懂得从中学习，以念转运呐，以心境去掌控环境嘛。上次有讲过嘛。那不懂得转化心念的话呢，这不幸的事情就会因我们的心念呢投入其中，而互相捆绑一起，最终导致恶化，而越来越不幸。不幸如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啊，就要从不幸的事情中去学习借势练心，了解不幸也是一种无常啊，提醒自己要提早做准备这样从困境中去学习，不幸才会慢慢变成庆幸，还好学到了。那不幸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呢，那更要借别人的境界修炼我们自己的心念呢，叫做借境修心并以自己的有幸去帮助别人的不幸这样别人会因为得到我们的关怀而感到庆幸，而我们更会从行善的过程中越做越有幸这些都是社会大学里面必修学分我有一位商场上的朋友事业经营非常的成功，虽然忙到无法参加做志工了，但他很认同慈济也经常在护持慈济活动出钱护持了。有一次呢，我们在闲聊中呢，我问他如果你不要再经营事业了，你还有多少财产可以安享余年呢？他回答：算一算，大概还有2-3亿不少我再问他：那你每天忙着赚钱，又是为哪桩他说：我的员工都已经跟我20-30年了，我有社会责任当时我就回他了我说：你太太跟你更久，终有一天也是时限来时各自飞时辰一到，你也是没办法负什么责任也只能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是吗？2年过后，也就是2008年，这是14年前的事情发生全球金融海啸，许多国家的金融财政遭受重创企业纷纷裁员、减薪、放无薪假，跟这次的新冠疫情差不了多少了也因为出口市场急剧萎缩那我这位朋友的事业呢深受其害，订单急速锐减那营运遭受重大危机撑不到1年呢，终于陷入困境了，财务没办法再支撑了，宣布破产造成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在事业崩盘的前1个月呢他来见我，他很后悔的跟我说2年前我如果听你的话，今天就不会这样那这个是很多人有钱难买早知道世事无常难预料很多人的经验那由于他太太很早以前就受证慈济的委员因此他事业清盘之后呢，他也有了较多的时间跟着太太投入做慈济做志工终于在2013年这个等于是9年前有一在2013年受证为慈济委员。有一次呢，我们好几年后我们有一次碰面他有感而说虽然事业不幸被迫结束，但却开启投入慈济的慧命因缘虽然结束了事业的人间路但却也走上志业的菩提道。他说，所以事业被结束看起来是不幸其实也是一种庆幸也是好事一桩他的心得是这样子这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幸与不幸都是福，一切都是好因缘所以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一句“一切都是好因缘”这一句生活禅用在生活中，用得出来就会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那用不出来呢，那只好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一切都是好因缘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聆听跟参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